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西藏高僧提前看到死亡的时间点，索甲仁波切的真实预知故事。西藏高僧提前3年给出一句提醒，却没人懂它的真实含义。你要珍惜这3年。索甲仁波切在利兹大学对一名女生这样说，当初他以为是鼓励，没想到3年后他去世在那一天的高速公路上。所有人才意识到那句被他带着迷惑回家的话是他生命的倒计时。在藏传佛教的世界里，有一些故事总是在寺院的角落深山之中被反复提起，很多是关于预知未来的瞬间。它们不像民间神话那样夸张，也不是简单的灵异传说，而更像是当一个人的意识突破了日常心智的限制之后，偶尔撩开时间帷幕的一角。在这些故事里，经常被提到的一个名字就是索甲仁波切。这个出生于西藏康区，后来成为影响全球无数人的大圆满导师，他一生中出现过多次无法用常识解释的预知性事件。这些现象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与他的生平、修行环境、师承、传承以及他所处的大圆满传统紧密相连。索甲仁波切于1947年出生在西藏东部康区的一个山谷村庄，那里的天空湛蓝的像被擦拭过，空气清新到让人觉得世界正在呼吸。与许多同时代的小孩不同，他的童年并不是从零开始的普通人生，而是从一条被安排好的修行路线起步。他从小就被安置在当时西藏极具影响力的上师，兼具伏藏传承与大圆满教法的策仁法王身边。策仁法王本身就是一位被广泛认为具备预见未来能力的导师，他对经典灌顶法门的掌握几乎横跨所有教派，被誉为集传承于一身的智慧总和。索甲仁波切3岁起就在他身边成长，随侍左右，耳濡目染上师的一切，听他传法，看他修持，参与寺中早晚课诵，在高原清冷的晨风中练习静坐。策仁法王曾对其他弟子说过一句极耐人寻味的话，这孩子不是来学知识的，他是来记起他以前就学会的东西。这句话后来成了理解索甲仁波切预知力的一个关键线索。要理解所谓预知力，必须先理解藏传佛教，特别是大圆满对时间的看法。在大圆满传统中有一个核心主张，当心识突破了思维与情绪的层层波动，回到所谓本初光明的状态时，时间不再是线性流逝的一条直线，而更像是一整片同时存在的湖面波纹。在那样的境界里，过去与未来并不是从无到有的被创造出来，而是像不同频率的涟漪，原本就同时存在，只是我们的普通意识只能顺着一条线向前走，因此误以为时间是单向的。于是所谓预知，在这种观点里就不再是预测某件尚未发生的事，而是意识暂时脱离线性的限制，看见了某一层本来就存在的未来涟漪。这也意味着大师们所看到的未来并非绝对注定的剧本，而更像是在无数因果分支中亮度特别强的一条路线。这个理论框架为索甲仁波切的故事提供了一个既玄妙又具逻辑性的解释。在拉萨旧城的八廓街有一个古老传闻，至今仍被一些老一辈藏民提起。据说在1960年代，索甲仁波切仍相对年轻，尚未被世界广泛认识时，有一次在八廓街北门附近的茶馆前，与几位穿着藏袍的商人和老人闲聊。那天傍晚的风带着微微的酥油灯味，街角传来转经筒的吱呀声，而索甲仁波切站在那条被无数脚步磨得光亮的石板路上，看着北门方向，突然语气平静地说了一句让在场人都愣住的话：北门那边的茶馆将来会在夜里发生一件很突然的事，会有一个商人倒下，不会再起来。他说这话时没有预言家的激昂，也没有任何戏剧性的肢体动作，只是像随口陈述天气一样自然。而几位在场的藏人下意识地大笑，说年轻喇嘛想太多，因为那间茶馆几十年来从未出过意外，而且八廓街一向是老城保护区，禁止大规模拆建，连换一块墙面砖都要层层审批，别说这一区会大改建，根本没人觉。这句话像是事实。那群老藏民的反应在逻辑上很正常。1960年代的拉萨政治动荡，经济匮乏，八廓街却因为靠近大昭寺而被特别保护，几乎维持了几百年来的原貌。茶馆的客人则大多是来转经路休息的老人，旅人与小商贩没什么风险，会有商人夜里猝死的说法，听起来就像荒诞故事。更何况那时的索甲仁波切年纪轻，名气小，没人会把他的一句轻描淡写真的当成未来。
然而多年以后，一切却几乎照他说的轨迹发生。某一年冬夜，寒流从念青唐古拉山脉一路吹到拉萨，八廓街的酥油灯火摇晃不稳。一位长期在此做宝石生意的中年男子照例在北门茶馆喝着热茶，他是老熟客，习惯在结束一天买卖后到这里暖身。那晚他没有喝得太晚，也没有任何异状，只是在站起来准备离开时，突然像被什么力量抽掉了全身的力气一般，毫无征兆地往前倒下，杯子摔碎在地上。他没有挣扎，没有呼喊。坐在他旁边的人说，他倒下那一刻像睡着一样，但心脏已经停止跳动。更诡异的是，出事的位置正是索甲仁波切当年指过的北门茶馆靠内侧的角落。那件事震动了整条八廓街，因为在藏文化里，一个人在圣地附近猝死会被视为一种因果的突然崩点，让许多人几天都不敢靠近那里。事情发生的第2年，八廓街北门开始了大规模整修，这是当地几十年来首次批准的工程，包括围墙、门楼、店铺、茶馆，甚至地砖都被纳入施工范围。当铁架搭起老砖被拆下时，有些老居民突然想起几十年前那个年轻喇嘛说过的那句话，于是他们开始互相询问，那时候是不是有人听见他说北门附近会改建，是不是他说会有一个商人倒下。几位当年亲耳听过的人沉默了很久，脸色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惊惧。最后一位年纪最大的藏民说，他不是推算出来的，他说他看到了。注意力回到这看到二字，它成了理解索甲仁波切预知力的关键线索。因为在藏传佛教，尤其是大圆满传统里，看到并不是幻想或预测，而是指心时进入一种非线性觉知状态时对因果脉络的直接感知。按逻辑，一个高度觉醒的人并不是把未来当成一串抽象的事件，而是像在湖面上同时看见所有正在扩散的涟漪，哪个涟漪会先撞到岸边，他只是比普通人提前一点知道。于是在老藏民的理解里，索甲仁波切说的看到了，不是比喻，而是指他当年在八廓街北门的那个瞬间。心时触及了那条已经在蔓延的因果波纹，一个商人的心脏将在冬夜停止跳动，而不久之后，拆迁与重建的锤声将落在这片古老石板路上。它不是占卜未来，而是在那一秒穿透了时间的迷雾，看见了某条因果链最亮的节点。多年后，当这些细节一一成真，八廓街的老人们才意识到，那一句被他们当作闲聊的话，其实是一场他们当时无法理解却无力否认的未来的回声。类似的情节也发生在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中。1994年，索甲仁波切在英国利兹的一场弘法活动结束后，空气中仍残留着佛堂香料混合英国冬季冷空气的味道。大殿外的风吹动着旗帜，发出轻微的抖动声。在问答环节，一位来自伦敦大学的女学生举起手，她穿着深色毛衣，肩上背着布包，神情带着典型年轻学子的迷惘与急切。她问老师，我未来应该走哪条路？这是无数场弘法里最常见的问题，甚至几乎每一位年轻弟子都会问。然而就在问题落下的瞬间，场内的气氛似乎微微变化，原本安静的礼堂更安静了，像空气的密度悄悄提高。许多人后来回忆说，那并不是普通的沉默，而是一种某件看不见的东西正在靠近的感觉。索甲仁波切没有马上回答，他低下头，眼睛闭上，指尖轻触念珠，却没有继续转动。那一刻，他像是从语言世界抽离，整个人进入一种极其内敛的状态，仿佛在倾听一种不是来自耳朵，也不是来自外界的问题，而是从更深的地方升起的回声。在场的老弟子都察觉到异样，因为他平时回答问题极快，从不需要这么长的沉默。那沉默持续的比所有人预期都久，空气里原本飘动的尘埃都仿佛停止下来。有人形容那一刻的索甲仁波切像在观看什么，而不是在思考。终于，他缓缓抬头，用一种不带情绪却带有难以形容重量的语气说，你要珍惜这3年，用你想象不到的方式。这句话让全场都困惑，因为听起来既不像指引道路，也不像劝修，也不像祝福。那名学生更是愣了一下，以为老师是在强调人生短期目标的重要性，便露出礼貌又不以为然的微笑，点点头。他大概认为老师只是鼓励他未来3年努力学习，或者在学业上做一些关键决定，于是他没有继续追问，也没有把这句话放在心上。更何况一个20出头前途未定的女生很难把珍惜3年与生命倒计时联想在一起。
他起身离开时，甚至没有意识到老师看着他的眼神与看其他弟子时有所不同，那是一种既悲悯又带着不说出口的确认感，像是在目送一条已经亮起的因果之线缓缓往远方滑去。3年后，他在一个雨后的傍晚驱车从利兹返回伦敦，高速公路湿滑，路灯在积水上拉出一道道破碎的光。他驾驶的车在驶过一个弯道时突然失控，被后方一辆货车撞击，瞬间翻覆，车身如纸片般卷曲。救护人员赶到时，他已当场身亡。事故发生的日期令人后背发凉，正是3年前那场开市的同一天同一时段。他的家人和朋友整理遗物，联络老师与同学时，不同人都提起了一件令他们无法忽略的事。他曾在开市当天回家后提到老师说的一句话：珍惜这3年。他说这话时带着困惑，但当时谁也没有觉得特别，也没人把这句话当成倒计时。然而在他离世的那一天，无论是他的母亲、室友，还是一起听法的朋友，都同时想起那句被他们全部遗忘也全部记住的句子。此时回望，那像是一种温柔却无法改变的预知，像是有人看到一道将来必然落下的阴影，但只能用最隐晦的方式提醒他在剩下的时间里好好活。索贾仁波切当年并没有说你会去世，他没有描述任何灾难，也没有透露任何画面，他只是给出了一个时间范围，像是在说你生命的河流将在3年后突然抵达断崖，你能做的就是在抵达之前把这段路活得完整。而这正符合藏传佛教对预知的解释，真正的看到不是看到具体事件，而是看到某个因果流的终点已经亮起，那光像是提前从未来照射到当下，让能够看见的人感到沉重，也感到无可避免。多年后讨论此事的弟子们相信，那天索贾仁波切沉默的异常久，是因为他看见的不只是一场死亡，而是一条生命线正在迅速收束的形状。他无法改变未来，但他试图给他一个机会，在他不知道自己正在倒数的3年里，活得比平常更深、更亮、更真实。预知并不是掌控未来，而是被迫看见未来。而那句珍惜这3年不是预言，而像是一位见证者在时光深处发出的提醒。对他们来说，这已经很难用巧合解释，而更像是一种提前看见生命终点的视野。预知在这里并不是为了制造恐惧感，而像是一种温柔却极其郑重的提示。1998年以后，索贾仁波切将他的弘法重心之一放在法国蒙彼利埃附近的进修中心，那是一处被山谷包围的地方，山风在夜间吹过树林时，会发出像低声诵经的沙沙声。这不只是一个建有西藏风格大殿的中心，而是被许多弟子视为被选定的未来修行场域。在一次闭关前夕的深夜，多位弟子在山谷上空看见类似异象，一柱银白色光从云间垂直落下，光柱内部隐约有几道人影在缓慢移动，形态宛如身穿法衣。手持灵杵的金刚武僧侣，光柱持续了近1分钟，随后缓缓淡去。第二天，弟子们惊魂未定地在开示时向索贾仁波切提起此事，他只是平静地说，那是你们将来某一种路的形状，不是神迹，而是你们心性在未来将要面对的光。这句话再次展现了他特殊的观察方式，他似乎不只看见了这个中心未来数十年的发展，也看到许多弟子将在此地经历怎样的觉醒、死亡与解脱。只是他选择用一个含蓄的方式把那种未来感表达出来。要理解索贾仁波切所谓的预知力，必须先提出一个看似简单却足以撕开现实表面的关键问题：如果未来依照常识来说尚未发生，他究竟在那一瞬间看见了什么？他看到的不可能是一卷已经写死的剧本，因为那与佛教对因果与自由意志的理解相违背。他也不是像算命师一样在脑中推演概率，而更像是在某种奇特的意识状态中，直接撞见了时间背后正在运作的结构。大圆满的理论给了我们一个接近真相的逻辑入口。时间并不是我们以为那种从左到右前进的一条线，而更像一整片湖面从一颗石子落入水中的那一刻起，涟漪向四面八方扩散。而我们所谓的过去、现在、未来，不过是站在某个角度上对这些涟漪做出的局部切片。在普通人的视角里，我们只看得到自己脚边的一圈水纹，于是误以为自己在一条直线上往前走。但在更深层的意识经验里，时间可以被感知成多层同时存在的波纹，
而一个人意识越深，看到的就不是单一圈纹，而是整个湖面的震荡全貌。换句话说，索贾仁波切在某些瞬间，也许不是在预测还没发生的事，而是在一种非线性的觉知中，看见了许多圈涟漪已经同时在那里，只不过有些涟漪特别强烈，特别亮，几乎注定会迟早拍到岸边，而他只是提前感知到了那股即将撞击现实暗线的力量。如果用更具象的比喻来说，普通人看到的是一颗刚从山坡上滚动没多久的小石头，我们会以为事情尚未确定，但站在山顶俯视整个地形的人早已知道那颗石头的高度、坡度、方向与速度，在因果逻辑上几乎必然会落到某个特定的谷底，因此它不是在预测，而是在凭借更大的视角看到一条因果链的趋势。也就是说，大师真正看见的并不是具体的事件画面，而是因果的方向，是那条比其他路径更加清晰、更加集中的能量流。他的心识对因缘的敏感度就像对地形的熟悉，当他看到某些因果已经累积到一定程度，看到某些条件已经排列就位，未来的结果就会像一块已然松动的岩层那样，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差内塌落下来。再进一步推理，预知力也许并不是某种天生的超能力，而是一种在长期修行后出现的注意力脱离身体后的广角视野。平常我们看世界就像把眼睛贴在门缝或钥匙孔上，看到的只是前方一小块光影，所有发生在旁边、后面、上方的东西都被挡在视野之外。但对一个经过大圆满训练且有深度实修经验的行者来说，他的心识不再局限于躯体所在的这一个坐标点，而是可以稍微后退一点，稍微升高一点，变成从屋顶往下看的视角。当视野从钥匙孔变成屋顶鸟瞰，过去、现在、未来并不会因此消失，而是被纳入一个更大的框架中。他能在这一瞬间同时看到应如何在一个人童年、选择、习性中慢慢织网，也能看到果将如何在某一年、某一天、某个地点突然收束。索贾仁波切之所以具备这种俯视能力，并不是偶然，而是与他一生的三大修行轨迹分不开。首先是大圆满传统中的直指心性，这是不让心继续追着念头跑，而是当下直接转身，看见那个在体验一切念头的觉知本身。当他一次又一次回到这片裸露的觉知，心中的故事、概念、时间感都会临时失效，而他会更加熟悉有故事之前的那片空明。这种训练让他更容易看清自己与他人心识的运作方式，就像一个熟悉水流的人可以判断出某条支流未来的走向。其次是长期在无声山谷中的闭关修行，在远离城市时钟与日常节奏的环境里，人对时间的线性感会逐渐松动，日出日落不再只是过去一天，将来一天的计数单位，而会被体验为光影在同一个圆里反复旋转。这种体验一点一点打散了他对时间的固执概念，使他更容易在内观中接触到那种涟漪同时存在的时间质感。最后与策人、法王等高度觉悟者多年共处，对他的意识频率产生了长期而深刻的同调效应，就像一只小钟挂在一只巨钟旁边，起初节奏混乱，久而久之会自然跟随大钟的振动节律，那种对因果的洞察，对众生苦乐方向的敏锐，也会透过这种场域共振，在弟子身上渐渐苏醒。综合以上这些，我们可以推理出，当索贾仁波切说他看见了某件未来事件时，他真正看见的很可能是多重因果正在收束的那一点，是无数细微选择、性格惯性、环境条件与看似偶然的外力交织成的一条线，在他眼前形成一道已经无法轻易扭转的亮痕。因此他所看见的未来并不是命中注定的剧本，而是因果网络中最有能量、最可能亮起的一条路径。从这个视角来看，他并没有握住别人的命运，他只是比其他人更早看见那条路已经呈现出怎样的倾斜角度。于是他看见的不是单一事情，而是方向。一个人正在被推向某种终点，一个时代所有微小决策正在累加成某个宏观局势，一个生命在有限的时间里即将迎来收束点。他所能做的，就是在看见方向的那一刻，用一句话、一个眼神、一次点破，给对方在那条几乎成型的路上保留一丝在有限因缘内活得更清醒一点的机会。在这样的修行背景下，预知力就不再显得像天生神通，而更像是一种被长期打磨的意识穿透力。不是他预测了什么，而是他看见某些已经存在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
索甲仁波切本人从未公开把自己包装成预言家或神通大师，相反的，他一再提醒弟子不要迷恋奇迹。他说，如果你站在山顶，看得远是自然的，但山顶和山脚从来都是同一座山。在这个比喻里，预知并不是一种特殊才能，而是当一个人站在更高、更开阔的意识位置时，自然产生的副产品。真正关键的不在于大师能不能提前知道哪一年会发生变故，而在于普通人是否愿意一步一步往那座山顶走，去扩展自己的视野。因为当我们哪怕只是在日常生活中把心稍微安静一点，把觉察拉回当下，我们也可能在某些重要抉择的前一刻隐约感到一种直觉的推力。那不叫预言，那叫对自己生命走向的早一点醒来。从这个角度看，索甲仁波切与其他藏密上师展现出来的预知力，并不是要把他们神化到不可理解，而是在提醒我们，当意识足够清明，时间就不再是铁板一块的命运牢笼，而是一张可以被看穿的网。而每一个在痛苦、迷惘与渴望真相中挣扎的人，其实都在朝那张网的边缘走去，等待有一天从另一个角度看见它。让我们拭目以待。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